如果你问我谁是草神上线以来反转最大的角色的话，那一定是他。刚上线的时候看他的天赋命座，感觉不知所云，是奶妈，但是会烧自己的血，天赋给了精通收益，但完全不如生命值收益来的大。命座也是很奇怪，明明定位是个奶妈，但除了3命5命固定加天赋等级的命座之外，没有一个命座是加奶量的，就连加伤害的都只有一个4命，突出一个看不懂。但因为是4星，所以在当时大家也都心照不宣的默认了。不过另一个和他设计相似的5星后台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九麒麟这名角色其实放到现在来看的话是很好理解的，战绩的作用就是用来扫种子的，固有天赋给的精通收益也不难理解，因为种子的伤害只吃触发角色的精通，不给你点精通收益怎么让你安心的堆精通呢？命座也是一样的，整体的命座设计就是从舒适这点出发的。1命增加了大招的伤害范围，2命增加了扫种子的时间，4命增加扫种子的手段，6命加精通增加种子的伤害，并且防止角色暴毙，一切都变得合理了起来。九麒麟就是为了超绽放而生，0命就完全够用。命座的价值很低，1不加奶量，2不加伤害，就像我说的，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舒适度的。只要我们操作得当，0命即是完全体。九麒麟的普通攻击共计4段，说实话没什么好讲的，因为也不怎么用得到。但直到我看到了这个第3段的攻击动作，我陷入了沉思，这不就是阿卡丽的 Q？ 阿卡丽是忍者，九麒麟名字里也有个忍字吧？阿卡丽戴着面罩，九麒麟也戴着面罩。再看一看衣服、发型，完全一致。九麒麟的战绩虽然名为岳父草轮，但其实是雷环，因为鸣草结环。技能释放时会消耗当前 30% 的生命值，但当生命值低于 20% 之后则不会再消耗生命值。0命九麒麟战绩的持续时间是12秒，冷却是15秒，看似有3秒的真空期，但其实在九麒麟释放战绩的时候是会有一个接近2秒的抬手动作的。该抬手动作会对周围的敌人造成1次伤害，是战绩的启动伤害，但并没有回血效果，之后雷环才会开始回血，每 1.5 秒跳一次，一共8跳。所以算上这个抬手动作的话，再加上实战中玩家反应过来要切人的时间和切人的时间，0命九麒麟的战绩已经可以做到接近无缝了。战绩的挂雷并不是每一跳都有附着的，算上战绩启动的雷伤，一共9次雷伤里，1、3、5、7、9次是可以挂雷的，也就是每隔1下挂1次雷。这里说个冷知识，其实只有能挂雷的攻击碰到了草种子才可以触发超绽放。九麒麟每次战绩都能触发超绽放的原因是每颗种子它都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目标单位，因为附着 CD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按同一个目标来算的。我们在说啥啥啥技能的附着时，也都是默认按同一个目标来算的。上面我说九麒麟1、3、5、7、9次能挂雷，其实也不是真的说就是1、3、5、7、9次有挂雷的能力。比如说九麒麟的第1下攻击没有打中目标，那么挂雷顺序就会变成2468。元素附着这东西是只有在我们的攻击打到了一个新的目标的时候，才会开始考虑后续伤害的附着的。对于一个全新的目标而言，不论你的攻击是第几次，只要对他来说是第1次，那就会产生附着。所以九麒麟的每次雷环才会都可以激活种子。其实严格来说也算不上冷知识吧，只是大家平常都是默认打的是同一个目标，所以在进行说明时也会默认这么讲，而且这样说也更方便大家理解。前提是你懂得元素附着的基本原理的话。好了，我也不扯这个了，懂的肯定都懂，不懂的建议重修。九麒麟战绩的铲球，除了第1下不会铲球以外，后续的8次伤害里都会有概率铲1颗球，纯随机看脸。元素爆发对圆形领域内的敌人短时间内造成多次雷伤，每个敌人受到的雷伤次数是固定的，并不像干预敌人大招一样是随机攻击敌人的。根据九麒麟血量的不同，领域的持续时间和伤害次数也会有所不同。半血以上持续2秒，能挂3次雷；半血以下持续3.5秒，能挂5次雷。大招的伤害是吃生命值倍率的，而且总倍率非常高，所以九麒麟的大招其实是有一定的伤害能力的。如果你的九麒麟带的是生雷爆，配合上超激化，也是能打出一波很不错的小爆发的。但通常我们的九麒麟都不会这么带圣遗物，不是生生制就是金金金，伤害想都别想。九麒麟的固有天赋
第一个是在97人半血以下时提高15%的治疗加成。97人半血以下的条件其实还是比较好达到的。一次战绩是扣除当前生命值的30%，假设初始生命值是100，扣一次就还剩70，再扣一次就还剩49。也就是说，97人第二次战绩释放之后，我们就能保证97人在半血以下了。当然前提是我们不能让97人吃到自己的奶，这点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除非你是 EQ 起手，给了97人一定的战场时间来吃到这第一口奶。第二个固有天赋是给了97人精通手艺，元素精通的75%用来提高治疗量，元素精通的25%用来提高伤害值，算法和激化反应类似，这是97人一个很重要的天赋。有了它，我们才敢放心大胆的去对精通，有了它，97人才能在种门里成为一名合格的奶妈。命座就不谈了吧，感觉在开场的时候已经讲了很多了。总结就是灵敏完全体，命座锦上添花。武器摄影物推荐，我们按流派来吧。种门流派的97人，武器选择副磁牙为精通的最佳，像是仓谷、西弗斯这2把是最好的，还有就是雨伞，也就是东花纺织雨和铁锋刺。3星里还有一把暗铁剑也可以用，特效很适配。剩遗物没什么好说的，金往死里堆精通就好了。副词条优先精通和百分比生命值，其他词条随意。套装选择的话，最优选毫无疑问是乐园套，这套就是专门为种子类出的。其次可以选择2+2，精通加精通，例如乐园、噬金、乐团的2件套都是加精通的。非种门流派及常规流派的97人，武器选择就非常多了。首先上面的精通武器就能用，除此之外还多了细分、云木刀这类充能辅助类武器。不过选择细分的话就需要堆叠暴击率了，剩遗物的压力会加大。剩遗物方面的选择会更倾向于治疗套装，像是少女和海缆。单纯治疗的话，少女会更好，海缆即便治疗转伤害，其实也转不了多少。97人这种模式的奶就不适合海缆。除此之外，2+2也很不错，2海缆2少女能无条件常驻30%的治疗加成。这么一看的话，少女4件套其实给的并不多。队伍搭配，先说当前版本最热门的种门吧。97人作为种门大护法，虽说在须弥版本大放光彩，但其配对也挺固定的，那就是草行酒。草神可以换，但换了草主或是科莱里不论哪一个，挂草频率都会大幅下降，需要2个都上。行秋也可以换叶兰，但叶兰大招持续时间是15秒，比行秋少3秒，别小看这3秒，体感上真空期就是会变大，而且也没有关键的减伤和抗打断了。不过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的伤害，各有千秋吧，但绝大多数场景我都认为行秋会更好，除非第4人可以把缺的减伤和抗打断给补了，比如说钟离，那确实可以换的，不然单靠97人一个人的奶还是差了点。草行酒之所以强，就是因为这3人技能互补，逻辑自洽，缺一不可啊。其实实在不行也可以缺了。97人作为奶妈，其实奶量是不够的，但正好有行秋补充减伤和少量的奶，行秋挂水能力强，草神负责战场挂草，97人负责扫种子，完美。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会更倾向于对单，对群手段只有草神一人。第4人选择有很多，在不影响反应的前提下，可以说是谁都能带。77、尤拉、钟离、万叶、温迪、沙唐、艾尔海森、赛诺、迪西亚等等等等。我就以迪西亚为例讲一讲具体的配装和操作手法吧。首先，草神推荐4圣灵、金草豹，充能130；行秋4绝缘、宫水豹、西风剑、基里剑也可，充能190。97人4乐园、金、东花纺织雨，充能随意；迪西亚套装随意。最好4乐园、金，充能随意。草神 EQ 起手，接行秋 QE A 一下，当然这一项 A 不 A 都无所谓，立马切97人释放战绩，然后切迪西亚释放战绩，再立马切草神战场，然后一直 A 就可以了。战绩好了就放，这队伍草神战场收益是最大的，而且因为97人和迪西亚都需要堆精通，所以草神可以放心的去堆伤害。迪西亚的主要作用和97人是类似的，一是提供生存和抗打断，但因为抗打断的时间很短，所以需要在最后一个放。2就是利用战绩的挂火打猎战放的伤害，因为迪下战绩挂火频率很低，所以基本不会干扰整体的反应。同时猎战方也能很好的消耗掉97人没扫到的种子，可以有效的补充伤害以及对群能力。这里有一个知识点，当场上存在多个种子，例如4颗时，同一名角色却引爆这4颗种子，是只有2颗能够对怪造成伤害的。这是因为一个怪最多只能同时受到来自1名角色最多2颗种子的伤害，但假如是2名角色分别引爆了2颗种子，那么这个怪是可以吃满种子的伤害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加入迪夏的原因吧。虽然是火元素，但其实是很合理的，也算是我自己为迪夏找到的唯一还算不错的就业。就是迪西亚对精通，心理上就是会觉得很亏，就是了。有了迪西亚，我们也可以把行秋换成叶兰，但我个人还是认为大招少了3秒，
在舒适度上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我深渊一直用的是行球，大世界和打本的话依然会更好，也可以玩一玩针叶。非种门玩法及常规玩法的97人，第一可以进已有的岩队，岩队本身需要奶，五郎也需要打结晶，是不错的选择，但因为我没有一斗就不多讲了。第二可以进优拉队替换掉雷神，97人本身挂雷也不比雷神差，而且还有奶，是有可操作性的。缺点的话就是相比雷神，97人的充能手段只有西门剑的铲球，队伍整体也会更依赖优拉的战场，例如97人、优拉、申鹤、罗莎利亚队。这个队伍我在申鹤复刻的时候也有提到过，因为是3兵，所以整体循环其实也还行。伤害方面有了申鹤的加入也还不错吧，深渊完全能打，除此之外也能把申鹤换成夜兰，具体的操作手法我就不再多说了。那么攻略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97人作为一名4星，其翻身之路还是很励志的。不过除此之外，我更多想到的是其他4星角色，他们是没有像97人一样的机会的。有的4星甚至从出现开始就是查无此人，有的好看但机制抽象，有的机制特殊但玩起来就连整活都算不上，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可惜的。4星之间的强度还是太参差了，如果某些角色的出现本身就没什么意义的话，那么这名角色的设计我觉得就是失败的，希望官方能好好改善一下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帮助到您还请点个赞支持一下UP主。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